小白优品品质二手机商城试运营上线，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底栏即可进入，7天无理由退换，180天保修，主要是价格美丽。对了，本期视频也是他赞助播出的，赶紧扫码上车吧。效果不好，我们可不赞助了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，我是王炯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可以说2018年到目前来说最受关注的一台国产旗舰，没有之一，就是华为的 P20 Pro。这台手机呢一经发布啊，可以说是在拍照方面啊血洗榜单，在各种测试中呢也都拔得了头筹，主要就是得益于它这3颗摄像头。之前的全面测评呢，我们都会分成上下2期，这样一是讲的更细致一些，二就是也能更快速的让大家看到视频。但是这次的 P20 系列呢，由于用的是去年的970的处理器，在处理器方面并没有更新，所以我们就只会推出1期视频了。这期视频呢，我们就会详细的为大家讲解一下这3颗摄像头，看看它的实际拍照效果到底怎么样，还有就是看看970在目前2018年的软件环境、游戏环境下能不能再水1年。另外，我们也是购买了华为的这个保时捷设计啊，这个 Mate RS， 看看这个价格更升了一步，在这个拍照质量上有没有再些许的提升呢？不高看震惊，小白测评 P20 Pro， 还有就是 Mate RS， 马上开始。外观上 ，P20 Pro 的背面让人眼前一亮。这次的渐变设计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华为的旗舰上。这个颜色调教的看起来时尚又不失格调，而且辨识度非常高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打远一看就知道是华为最新发布的 P20。左上角是竖排的3颗摄像头。主摄和长焦凸起都比较高，单独的黑白镜头微微凸起。如果要是把3个摄像头再横着排列的话，确实就不太好看了。但是 P20 Pro 的正面就没有背面立场那么坚定了，也是随波逐流加入了刘海全屏的队伍。我们对比了一下目前所有的刘海屏手机 ，P20 Pro 确实是刘海中最小的一个。但是要注意的是，刘海旁边的上额头要比左右边框要略宽一些。在下巴上呢，现在的安卓机受制于成本和技术原因，现在都不能做到像 iPhone 10一样窄。比如 OA， 他们2个感觉已经用出吃奶的劲儿了啊，但是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下巴。而华为呢，则是反向思考吧，既然我们没办法做掉下巴，那就干脆再加个前置指纹在上面，也叫物尽其用了啊。不管怎么说，正面指纹还是要比背面指纹舒服不少的啊，但是下巴呢，自然也就宽了不少。这样的设计，老铁你给几分？在性能方面，其实我有点纠结啊，这期视频要不要说性能方面？P20 Pro 呢搭载的依旧是华为的970处理器，这时候肯定要有人站出来说了，怎么又是这款处理器啊？其实大家细想一下啊，970呢也是去年10月份才在 Mate 10上第一次搭载，距离现在呢也才6个多月，才半年而已，并不是一颗老处理器。在下半年的980发布之前，这颗970依旧是华为的扛把子。不过荣耀10也发完了，看来下边的980应该也快了。华为手机在处理器方面呢，一直是高通、联发科、麒麟3驾马车并驾齐驱，确实很不容易啊。联想到最近中兴遭禁售的事件，感觉华为的麒麟处理器关键时刻绝对能救命。华为的这颗处理器从当初的万年 K3V2 发展到今天有 NPU 的麒麟970，可以说是进步非常大了。但是970在2018年来说，它还是落伍了。首先是跑分环节 ，Mate RS 和 P20 Pro 是相同的处理器，理论跑分基本一致 ，CPU 得分和835差不多，低于845；GPU 则是低于835和845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在 GPU 方面已经落后2代了。不过闪存的读写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，P20 Pro 持续读取达到了800兆每秒 ，Mate RS 更是突破了850兆每秒，属于顶级闪存芯片了。在综合考验手机运行速度的20款应用打开时间上 ，P20 Pro 第一次耗时4分12秒，这个成绩太不正常了。可以看到，在第2轮杀死了非常多的后台应用。我们到设置里边手动允许这些应用后台运行，又测试一遍。这一次确实只杀死了几个后台，但是3次平均耗时还是有191秒。这个成绩在我们的数据库中已经是中等偏下了。主要是因为打开软件之后 ，P20 Pro 在内容的加载上耗费的时间太多啊，所以才会这么慢。我们又测试了 Mate RS，3次平均耗时166秒，比 P20 Pro 要快一些。Mate RS 的这个数据在我们的数据库中呢，也只能算是中等水平。下面的游戏环节，大家就不要抱什么期待了。我猜大家应该也没有什么期待啊。王者荣耀最高画质下，无论是 P20 Pro 还是 Mate RS 的帧率都极不稳定，从60帧到30帧之间一直在剧烈波动，都不好意思说这是旗舰机了。
了。华为的旗舰机好像一直都这样啊，相信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，感觉在游戏方面有点放弃治疗的节奏。众人皆知的王者荣耀这个游戏基本上已经不耗费什么 GPU 的性能了，636都能满帧跑。而华为970这个表现，根本原因其实就是华为对游戏方面没有做任何的优化，目前只能用绝世不打游戏这句话来解释一下它。而《绝地求生：刺激战场》这类实打实耗费 GPU 的游戏 ，P20 Pro 的帧率表现直接让人心灰意冷。再加上华为一向不屑于向腾讯交保护费，整个游戏全程基本上没有超过40帧，在20到35帧之间，你说这还需要破解个啥极限帧率？是不是浪费我感情？所以想畅快吃鸡、享受极致游戏画面的朋友，如果购买970的手机，那就做好30帧的准备吧。但是根据我们的日常使用，什么微博、微信、淘宝啊、知乎啊这些软件啊，有 AI 加持的麒麟970在日常使用中呢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应用的打开速度也都非常快，动画呢也都比较流畅。后台打开很多应用的时候也没有出现什么特别卡顿的情况。中肯的说，970旗舰机的基本素质还是有的。系统方面呢，之前华为的系统我们都说的比较少啊。这华为的 P20 Pro 搭载的是基于最新的安卓8.1开发的 Emotion UI 8.1，这个安全补丁是最新的4月1号。华为在这方面和小米一样啊，都是非常及时的。Emotion UI 也是非常成熟的系统了，各种功能都有。这次针对 P20 Pro 呢，也有隐藏刘海的技能，秒变18比9全屏。但是刘海用久了啊，感觉也就适应了。猛的一把它关掉，反而觉得屏占比降低，有点不太习惯。Emotion UI 呢，也是内置了语音助手的。是的，我不说你们是不是都忘记了华为的这个语音助手了？但是这个语音助手我使用下来体验还是有点差的。语音助手的说话声音实话是有点难听，跟魅族的有一拼。我会做的可多了，聊天、提醒、查询服务。跟小爱和 Bisbee 这种的确实差太远了，很多问题都是答非所问，甚至连最基础的关闭手电筒的功能都没有。就这种表现，你让我怎么说你智能？你的 AI 处理器去哪儿了？华为的系统呢，还有一个特色功能就是指关节手势了。这个功能在前几代就已经有了，就是通过指关节来滑动屏幕，进而实现截图和录屏。另外还有一些字母手势，这个功能一点都不新鲜啊，很早之前别的手机也都有。为什么要特别说 P20 Pro 上这个功能呢？就是在实际使用中误触的概率太高了。每天我们都会用手滑动无数次屏幕，但是在这台机器上非常容易被误触发，而且几率非常高。我在使用中几乎每天都会有误触的情况。最可怕的就是玩游戏打团战的时候，英雄突然原地不动了，就是屏幕触发了关节手势，导致我直接被对手秒了。好在华为能在游戏助手里关掉指关节手势，这样在玩游戏的时候就不会误触了。如果经常玩游戏的小伙伴，对了，用这台手机咱不玩游戏。在续航方面，跟以往华为的旗舰一样，这次的 P20 Pro 呢也是比较满意的。核心竞争力就是它搭载了4000毫安时的大电池。我们看了一下，现在所有的旗舰机已发布的，除了华为旗下的几款机型，其他没有一家的旗舰电池达到了4000毫安时。上一期我们测 Mix 2S 的时候，续航成了它最致命的短板，而华为的旗舰机则是完全相反，续航都很出色。P20 Pro 在我们的3小时真人人工续航测试中，一共耗电39%，这个成绩属于不错的水平了，在我们的数据库中排名中等偏上。但是1小时的王者荣耀耗电量偏高，可能是新系统还没有优化到位的原因，还是没有交保护费的原因。保时捷设计 Mate S， 我们把屏幕调到了最高的2K 分辨率，也测试了3小时续航，一共耗电45%，这个成绩不算太好，但是也比小米和 iPhone 的强了很多。续航好的还有很多不太照顾颜值的千元机，但是大多数充电都比较慢。P20 Pro 作为旗舰，官方标配22.5瓦的充电器，查看全程的充电曲线，半小时就可以充掉60%左右，1个小时就能充掉90%，充满只需要1小时15分钟。你别忘了，它是4000毫安时的电池啊！放在我们的数据库所有手机来看，是电池最大且充电最快的。而且夏天就要到了，武汉已经正式入夏了啊！ P20 Pro 充电时候的最高温度也仅只有35.3摄氏度，基本上可以说不发热。续航上简单总结就是，无论你怎么用 P20 Pro， 坚持1天是妥妥的，完全不用担心还在水深火热的 iPhone 和小米 Mix 用户的低电量恐惧症，并且充电速度呢也是第一梯队，温度控制也非常好。而且你一定要记住，充电速度更快的手机绝对能让你生活带来更多便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张。这期的相机环节呢，就由我来代替巨龙给大家讲解。说起4000万像素的手机，大家首先想起了什么？是不是想起了诺基亚？对，诺基亚呢，早在2012年，也就是6年前呢，就发布了世界上第一款4000万像素的手机——诺基亚808，传感器体积高达1.2英寸，在发布当初呢，可以说是震惊业界。
但是由于当初的 ISP 呢和处理器性能跟不上，而且呢还搭载了即将淘汰的塞班系统，所以呢这款手机呢也就凉凉了。但是诺基亚并没有放弃，在1年之后呢发布了 Lumia 1020，依旧是4100万像素的传感器，传感器的体积呢由1.2分之一英寸缩减到了1.5分之一英寸，但是摄像头的模块呢没有诺基亚808这么突出的。由于整个摄像头模块呢为圆形的设计，大家都戏称1020为奥利奥。但是因为这款手机比较高的售价和搭载了即将要玩完的 Windows Phone 系统啊，不止这款手机，整个诺基亚呢都凉凉了。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，诺基亚再也没有为我们带来第3款4100万像素的手机。但是没想到时隔5年之后呢，国产的华为手机为我们带来了世界上第3款4000万像素的手机，就是我手上这台华为 Mate RS 和 P20 Pro。而华为呢，正是收编了部分诺基亚的拍照研发团队。这次的 P20 Pro 的传感器呢，虽然说缩小到了1.7分之英寸，但是呢，华为能在如此轻薄的机身内塞进那么大一颗的传感器，而且呢，机身的摄像头模块呢，也只有微微凸起，并没有任何违和感，不得不感叹华为的研发实力。好了，故事讲完了，下面呢，咱们就来看看华为 P20 Pro 以及 Mate RS 的实际表现怎么样。这次呢，我们参与对比的有 iPhone X、三星 S9 Plus 以及小米 Mix 2S， 还有 iPhone X， 以及 M43画幅的 GH5。这次我们不讲原理，只看疗效，好就是好，不好就是不好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来看样张。首先，我们来到了黄浦路地铁站。P20 Pro 的整体色调和 Mate RS 一模一样 ，S9 Plus 则是有些聒爆了。在这我再声明一下，我们拍摄样张时都是自动对焦、自动曝光，没有人工干预，所以每款手机都是真实的表现。看一下旁边柱子上的高光，只有2台华为压了下来，而 GH5 则是靠着大传感器和高宽容度把高光也压了下来，所以高光处很自然。而 S9 Plus、iPhone X 和小米 Mix 2S 全都过爆了。再看一下对面的指示牌 ，P20 Pro 能看清是往什么方向 ，Mate RS 要稍微模糊一点，跟另外3款手机差不多。而 GH5 自然是最清晰的。既然广角看不清楚，那咱们再用长焦再拍一张。同样的距离下，因为华为的长焦镜头等效焦距是80毫米啊，所以放大的倍率最大。而 S9 Plus、iPhone X 和小米 Mix 2S 的长焦镜头因为都是50毫米左右，所以呢放大倍率要小一些。2台华为在拍摄中能明显感觉到调用长焦镜头时，画面猛地一下子就稳定了。这时就已经切换到了 OS 光学放大的长焦镜头了。咱们再把所有的手机放大到同等规格来看 ，S9 Plus 依旧是过爆了，细节丢失严重。Mix 2和 iPhone X 好一些，但还是比较模糊。而2台华为的表现堪称惊艳，清晰度基本赶上光学变焦的 GH5 了。咱们再看看5倍变焦，因为是数码变焦，清晰度基本上和3倍变焦放大了是一样的，并没有更加清晰。然后咱们来到了武汉天地，这组小米 AR 识别出的是建筑，于是地砖更红，树叶更绿了。而华为的 AR 则是什么都没有识别出来，暗处的牌子 S9 Plus 发挥出真正的实力了，是所有手机中最清晰的。另外4款手机的解析力、清晰度差不多。这一组小米和华为的 AR 都识别出的是绿叶，华为自动切换到了徕卡模式，勾儿瞬间就出来了。小米也提高了画面的鲜艳度，但是有些用力过度，后面的白色建筑都变成绿色的了。而 GH5 在这种光差比较大的场景就明显吃亏了，因为所有手机都开启了 HDR 高动态多帧合成，利用软件算法愣是把底小宽容度差的缺点给弥补了，所以暗处呢都要比 GH5 亮，亮处都比 GH5 暗。这也算是所有手机拍照中对相机的弯道超车吧。这组非常明显 ，GH5 为了照顾暗处的曝光，后面的建筑完全过曝了，而另外5台手机则是都没有过曝。但是只看暗处建筑的话呢，还是 iPhone X 的曝光最正常。但是地砖的颜色呢，有点百花齐放的意思啊。2台华为竟然不一样。既然大家发布会上都怼 iPhone X， 那就以 iPhone X 为准吧。咱们再来看一下长焦镜头拍摄的建筑，大家自行感受一下。这组红色的鲜花 ，S9 Plus 和小米 Mix 2S 的曝光比较亮，华为识别到了花卉，增加了红色的鲜艳度。但是手机的背景虚化程度和 GH5 的光学虚化相比呢，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的。但是大家别忘了，手机上可是有软件虚化算法的。开启了之后呢，背景明显虚化了，但是 iPhone X 没有检测到人脸，所以呢没有虚化。4款手机在边缘虚化的识别都非常准确，没有出现失误的情况。但是华为的 AR 模式呢也不是万能的，比如这一组 Mate RS 就没有识别出场景，而 P20 Pro 就识别出来了。查看数字的逆光部分呢，由于小米 Mix 2S、iPhone X、S9 Plus 都开启了 HDR， 所以出现了明显的紫边，就连搭载原厂镜头的 GH5 也出现了轻微的紫边，而2台华为则是几乎没有出现紫边。但是这组华为的 AR 开启了徕卡模式，整体的观感就不如另外几只好看了，树叶不够翠绿，有些发黑。逆光数之处，5款手机呢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紫边，但是 Mix 2S 最严重 ，GH5 的紫边控制的最好。接下来咱们来到了绿地606对面，又是这栋楼，是不是比上次长高了？
本来是雾霾的天气 ，S9 Plus 和小米 Mix 2像是开启了自动去霾，两台华为和 iPhone X 则是有些朦胧。放大键组 ，S9 Plus 的锐化最明显，所以呢也最清晰。两台华为和小米、苹果的清晰度差不多。切换长焦镜头，所有的手机建筑都比刚才清晰了很多。继续放大，小米呢出现了明显的模糊 ，S9 Plus 和 iPhone X 也出现了一些，两台华为则是非常清晰，又一次全场最佳。来到夜景环节，这组大楼呢5款手机都拍摄得非常清晰，而华为的 AR 自动切换到了夜景模式，快门时间长达4秒。其他手机呢也都开启了多帧合成降噪。天空的纯净度上，两台华为的纯净度和 GH5 差不多了。而 iPhone X 则是出现了明显的颗粒感，楼下的灯光招牌除了华为还能看清是什么字，其他4者呢都过曝了。华为的夜景逆天的宽容度在这种场景也非常直观，比如说这个灯光下的花 ，S9 Plus、iPhone X 和 GH5 都出现了明显的过曝，华为则是控制的非常优秀，而小米呢开启了自动 HDR， 所以呢高光处也压了下来。比如说这一组的小路，还有室内的灯光，还有这一组，怎么样？是不是被震惊到了？我当时也被震惊了。但是在光线复杂的场景时，5部手机中只有 iPhone X 知道我要拍这匹马，所以曝光调高了一些，画面观感最好。而两台华为呢，则是以后面的灯光测光为准了，而 GH5 呢是我手动调整的，我想让它多亮，它就有多亮。前面都是在有灯光的环境下拍的，下面咱们直接挑战极限暗光。这一组有新一代夜视仪支撑的三星 S9 Plus 也仅仅只有这么亮，门头上的字 S9 Plus 和 iPhone X 已经糊成一片了。小米满屏彩色噪点，但是细节保留的要更多。小米的相机这次提升真的非常巨大。最后来看这两台华为，表现堪称模范。至于 GH5，大家就当做裁判吧。大家准备好，我要放最后一组样张了。这3张分别是 S9 Plus 和 iPhone X 以及小米 Mix 2时拍的，可以说拍摄时几乎没有一点光源啊。我当时眼睛看到了都没有这么亮。查看3者的参数都已经到最大极限值了，但是大家坐稳，我要放华为的了。RSO 51200，快门1/4秒，我觉得我不需要再说什么了。总结 ，P20 Pro 的宽容度得益于4合1的像素技术，明显要比另外几款手机高出非常多。正常的广角镜头解析力和 S9 Plus 差不多，但是长焦镜头的画质解析力就要比其他手机高出非常多了。但是和光学结构的专业相机相比呢，还是有些差距。AR 模式在拍摄美食、人像、植物、夜景时都能够准确的识别出来，并且切换到相应的模式。但是在拍摄建筑时 ，AR 呢有时会识别不出来。这一次的 AR 比 Mate 10上的 AR 呢实用了太多，能够直接改变拍摄效果。在夜景拍摄中，如果有比较亮的灯箱，或者是有很强的光线照射时 ，P20 Pro 和 Mate RS 基本上是手机中无敌的存在，甚至靠软件算法能直接无视物理 WiFi 级别底大好几级的 GH5，实现了连相机都达不到的效果。由于相机方面在硬件层面的加持，确实这个 P20 Pro 这台偏根声呢偏的是非常非常厉害，尤其是在夜景方面，基本上形成一众吊打的这种情况。大家最纠结的处理器方面呢，在游戏环节，尤其是在吃鸡环节，970呢已经是难以胜任了，在2018年。但是如果你要是不吃鸡的情况下，别的游戏啊970也都是可以满足的不过就没了那点极客的这种感觉了啊。总而言之，对于 P20 Pro 来说呢，就是一个非常偏的学生。满分100分，给这台偏科生你打多少分呢？其实我个人还是喜欢这个保时捷版本的 Mate RS 啊。OK， 这期的华为 P20 Pro 的全面测评呢，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了。本期的活动呢，还是老规矩，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， 转发本期视频的置顶微博，我们将会抽出坚果3手机1台。距离上次送手机好像有一段时间了啊。抽送1台坚果3，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就可以了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，每日新鲜资讯，每日语音，每天我在那儿和你聊天，聊聊 K 圈的趋势，聊聊最新发布的手机。另外，小白有品质二手机商城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底栏直接进入，价格异常美丽。不够关注你，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